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大冢寿先生所著的《50岁以后只做这些事》这本书。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不做会后悔一辈子，在50岁时必须完成的5件事；第二，在50岁时必须舍弃的3件事。首先是第一部分，不做会后悔一辈子，在50岁时必须完成的5件事。正如本书的标题所示，本书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解释了我们在50岁时应该做些什么。50岁是公司职业生涯即将结束的时期，职位可能会随着退休年龄的临近而被剥夺。50岁不仅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环境。许多人会困惑，在50岁时应该以什么为动力继续工作。作者通过听取1万人的意见，总结出了50岁时为避免后悔所必须要做的事情。在人生中，50岁只有一次，如果没有任何知识储备来度过这个阶段，可能会留下巨大的遗憾，甚至无法在退休后过上满意的生活。知识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提前掌握如何度过50岁，将对您的人生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即使您现在不是50岁，本书的内容也极为有用。还不到50岁的人可以通过本书了解到人生的走向和在50岁时的选择，并提前为退休做好准备。而对于60岁或70岁的人来说，本书也能提供关于如何在退休后过上更好生活的建议和建立人际关系的策略。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个重要的观点：50岁的生活方式将决定您的人生走向。接下来，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在50岁时必须完成的下面5件事：1. 变得更加自私，重新掌控自己的人生； 2. 为退休后的青春设定概念； 3. 清理和整顿人际关系； 4. 确保自己有5个以上的社区； 5. 研究如何享受孤独。首先是第一件事，变得更加自私，重新掌控自己的人生。那些从学校毕业后就一直在公司工作的员工，很可能已经习惯了以公司为第一优先事项的思维模式。对于这些长期从事公司工作的商务人士，作者建议他们要有意识地脱离公司人的角色。如果您现在已经50岁了，可能已经服从公司和上司的命令约30年了，形成了公司优先的思维方式。然而，作者认为，即使您对公司忠诚，最终也可能只是单方面的付出。在过去，通过为公司全力以赴，或许能够获得富足的生活，但现在的时代已经不同了。在当今这个不稳定的时代，即使是大企业也可能随时倒闭，退休金和年金也不再充足。即使您忠诚于公司，公司也无法再保护您或支撑起您的退休生活。因此，作者建议您从50岁开始，变得自私一些，重新掌控自己的人生。50岁以后，您将不再有上司，也不再有公司的指令，需要通过自己的判断来生活。我们需要从指令等待者转变为自主行动者。例如，一位在食品公司工作的员工在55岁时被派往子公司，但他认为这项工作无法发挥出自己的能力，于是直接向公司谈判，成功返回了总公司，从此工作不再有压力。这样的行为虽然看似有点自私，但在作者看来，这正是50岁时应该有的态度。如果您觉得某项工作对自己没有意义，不妨就拒绝它，理性的思考应该做什么，并选择对自己和公司都有利的方向。这种思维方式有助于您在退休后独立思考和决策，即使被贴上自私的标签。想想剩下的职业生涯最多也不过10年左右，这样的心态反而能让您更加自信地做出自己的选择。另外，到了50多岁，大家的升职机会可能已经不多了，公司也可能不会再分配重要的工作给您，因此您需要主动争取自己想做的工作，不要默默等待，主动提出自己的想法，变得更加自私一些，这是非常重要的。此外，在过去您可能在公司花费了大部分的时间，但在50岁时，您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关注自己。在制定时间表时，首先要确保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建议工作的时间占1成，
自己的时间占90%。通过这样，逐渐将时间和主导权从公司转移到自己身上。同时，50岁时我们也要脱离升职竞争，换个心态来看待问题。那些在50岁前退出升职竞争的人，往往在退休后会过得更加轻松愉快。作者认为，没有升职反而是一种幸运。总是纠结于竞争，与对手较量，在乎数字和评价，会给人带来巨大的压力，甚至会导致健康问题。不要认为升职是唯一的目标，即使不升职，我们也能生活得很好。如果您能放下这些压力，就能过得更加轻松愉快。接下来是第二件事，为退休后的青春设定概念。在50岁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自己的青春已经过去了，但实际上，我们的人生在退休后会迎来第二次青春。这段青春是人生中最自由、最丰富的时期，选择的机会很多，而且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任何想做的事情。相比年轻时，这时候的财务状况更好，时间也非常充裕。退休后的生活就像是重新回到了青春时期，没有一堆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与其说这是第二次青春，不如说是人生的第一次真正的青春。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段时间，把它当作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许多人在退休后因为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只是消磨时间。作者经常看到一些退休老人每天在购物中心、图书馆等公共场所无所事事地度过无聊的时间。为了避免在退休后无所事事、浪费时间，作者建议大家，与其这样消磨时间，不如在50岁时就开始规划自己想要的退休生活，设定一个让人兴奋的概念。为了更好地规划退休后的生活，作者建议大家用简短的词语或标语来表达自己的退休概念。例如，在体力充沛的时候，我要尽情地玩乐；或者我要一生保持活力；再或者我要去环游世界等。这些都是可以自由发挥的。重要的是找到一个能让自己兴奋的概念，并把它写下来。作者身边有很多人退休后生活得非常充实，他们普遍都认为现在的生活比工作时更加快乐。与这些人交谈后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退休后的生活有着非常明确的目标和规划。这并不是指的传统的退休计划，例如60岁领取养老金、70岁退休等，而是指对退休后的生活充满了期待和激情。因此，建议大家从现在开始，把退休后的生活当作是人生的第一次青春，尽情地去想象和规划，设定一个明确的退休概念吧。这会让您的退休生活变得截然不同。接下来是第三件事，清理和整顿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在职场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者强烈建议，在50岁之前，对自己的人际网络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和整理。通过挖掘和重新激活过去建立的人际关系，可以为退休后的职业转换或作为个体经营者来提供意外的机会。据作者周围的例子，许多男性和女性在退休后依然活跃着，并取得了成功。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在50岁之前认真培养和维护了自己的人际关系。许多人成为其他公司的顾问，或者通过人际关系进入这一领域。回顾一下你与过去合作过或者有过深厚关系的人们，你会发现您其实拥有很多人脉资源。尽管有些人可能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但是年轻时建立的联系一旦被重新激活，很快就能恢复到当时的关系。建议大家抽时间回忆并列出您曾经见过的人，特别是那些你希望继续保持联系的人。不仅仅是列出名单，还要积极联系那些你希望继续交往的人。可以通过电话、面对面会议，或者利用像 Facebook 这样的社交媒体来保持联系。选择最适合您的方式来继续保持这些关系。虽然现在的社会逐渐走向实力社会，但人际关系仍然对工作和个人立场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如果不好好利用您在长期职业生涯中建立的人际关系，那将是非常可惜的事情。为了在退休后获得意想不到的机会，为了过上丰富的人生，
再次审视和发展您的人际关系网络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是第4件事，确保自己有5个以上的社区。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我们失去以后才会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很多在公司工作多年后退休的人表示，他们直到退休后才意识到拥有一个社区的重要性。在离开公司后，他们才真正感受到公司这个社区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烦恼几乎从未在女性中听到过。原因可能在于，女性通常不仅在职场上拥有朋友，还在社区、兴趣小组等多个领域拥有着自己的社交圈。因此，即使她们辞职了，也不会失去自己的社区。但是，许多男性在退休后却陷入了这种苦恼。为了确保退休后的生活质量，作者建议在50岁时就开始加入其他的社区。最理想的情况是加入5个不同的社区，并在每个社区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举个例子，假设您在公司是一个严厉的上司，但在网球俱乐部，您可以是一个谦虚的初学者。在社区活动中，你也可以是一个喜欢开玩笑的人。其实，扮演多个角色对于我们的心理健康也是非常必要的。因此，特别是那些在公司里一直扮演严肃角色的人，应该在其他社区中尝试着扮演一些轻松而有趣的角色。那么，除了公司以外，还有哪些社区可以加入呢？以下是本书的一些建议：1、地区社区；2、志愿者组织；3、高尔夫或网球俱乐部等运动组织；4、健身俱乐部；5、舞蹈、钓鱼、音乐等兴趣小组；6、学习班；7、学生时代的朋友；8、前同事和朋友。除此之外，还可以考虑社交媒体群组、在线沙龙、Facebook 群组等等。现如今，社区的形式多种多样，所以如果您目前还没有加入任何公司以外的社区，现在就应该立即行动起来。在50岁建立社区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记住，加入和退出都要保持轻松的心态。人际关系总是有合适与不合适之分。如果您加入了某个社区后感觉不适合自己，那就可以果断退出，要找到一个真正让您感到舒适的地方。接下来是第5件事，研究如何享受孤独。虽然刚才我们提到要加入多个社区，但有些人可能更喜欢独自享受时光。比如，有些人喜欢独自沉浸在读书、旅行或看电影中。如果您是这样的人，那么可能就不需要强迫自己加入社区。研究如何享受孤独是有好处的。即使我们加入了多个社区，也不可能总是有人陪伴，总会有独处的时间。如何享受独处时间，对于生活的满意度有着很大的影响。最近关于孤独的书籍和杂志成为了一种趋势，这可能是因为未婚率和离婚率的增加，许多人可能会在老年时独自一人生活，或者一些人希望在退休后有更多的独处时间。研究如何享受孤独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增加独自可以进行的兴趣爱好，例如沉浸于文学，开始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投入到健身锻炼。此外，习惯于孤独也是很重要的。比如 A 先生在50岁时决定去禅寺修行2个月，在修行过程中，他主要与自己进行对话，重新认识到独处的价值。另一个好的方法就是进行独自旅行。通过独自去旅行，您可以与自己深入对话，找到享受孤独的方法。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孤独享受方式。接下来是第2部分，在50岁时必须舍弃的3件事。具体来说，50岁以后，我们应该舍弃以下3件事：1、不学习；2、与讨厌的人打交道；3、束缚自己的骄傲。首先是第1件事，不学习。尽管在学生时代，我们每天都会努力学习好几个小时，但一旦进入社会，大多数人都几乎不再学习。然而，为了在退休后过上富裕的生活，学习是必不可少的。作者希望大家在50岁的时候重新培养学习的习惯。持续学习的人会保持年轻，而不学习的人则会迅速衰老。因此，为了保持年轻，我们在50岁时必须舍弃不学习的习惯。
实际上，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学习方式可以供大家选择。大家可以去学校或者教室，也可以通过网络来进行学习。然而，有些人可能会想，不知道应该学习什么。对于这些人来说，可以考虑重新学习曾经学过的内容。例如，学生时代认真学习，但在进入社会后完全忘记的知识，是每个人可能都有的经历。年轻时学过的东西，其实仍然储存在大脑的某个角落。当我们重新开始学习时，他们会令人惊讶地重新浮现。例如，有些人在学生时代学过俄语，可以进行简单的日常交流，但进入职场后没有使用的机会，随后就完全忘记了。然而，当他们在50岁时重新有了时间开始学习时，会发现进步得非常快。通过这样，重新学习年轻时学过的东西是一种好的选择，同时也可以学习与现在环境相关的知识。50岁是环境变化频繁的时期，能够将环境变化视为学习机会的人，可能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例如，原本在日本住友银行工作的吉田博一，在69岁时创立了大型锂电池公司。他在52岁时，由于与上级的政策分歧，被突然调任到伦敦。面对这个意想不到的环境变化，他没有灰心，而是将其视为学习英语的机会，并努力进行学习。他后来回忆说，在伦敦期间学到的英语和对英国及欧洲文化的广泛接触，对他后来的生活大有帮助。如果没有52岁时的伦敦调任，他可能会一直在住友银行工作到退休。然而，吉田博一将环境变化视为学习的机会，从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很多人在听到50岁仍然可以创业时，可能会认为太晚了，根本不可能。但正如吉田博一在69岁时成功创业一样，年龄从来都不是限制。再让我举一个例子，80多岁的若宫正子开发了一款 iPhone 应用，被誉为世界上最年长的程序员。但他是在60多岁才开始使用电脑的，原因是为了照顾母亲，他不能自由外出，所以决定学习电脑和网络，以与外界保持联系。听了这些人的故事，我们可以明白，学习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甚至创业也是如此。因此，我希望大家在50岁时培养起学习的习惯，从而过上辉煌的人生。接下来是第二件事，与讨厌的人打交道。作者认为，在公司中工作期间，我们无法选择上司、下属或者同事。职场上的人际关系一直是商务人士最大的困扰之一。以往大家可能不得不在工作中与讨厌的人打交道，忍受着人际关系中的种种不快。但是到了50岁，就不要再忍受这种人际关系中的问题了。如果您在20岁左右进入职场，那么你已经忍受了30年的时间。但是到了50岁，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人际冲突，这时候就不要再忍耐了，因为您可能只有不到10年的工作时间了。而且50岁也是为未来生活做准备的重要阶段，所以可以大胆的任性一些，放弃与讨厌的人打交道。让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A 先生在公司里是一名专家，对自己的工作充满着自豪感。然而有一天，公司调来了一位从总公司退休的同事。这位同事对被调动和工作的不满，表现得非常消极。A 先生无法忍受他的态度，每天逐渐积累了很大的压力，最终出现了抑郁症状，需要进行休假。在休假期结束后， A 先生就明确告诉公司，如果还要和那个人一起工作，他就不会再回去。结果公司将那位同事调离了， A 先生得以顺利回到原来的岗位。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在50岁时坚持不与讨厌的人打交道是多么重要。对于那些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来说，失去他们反而是公司的损失。因此，要敢于向公司反映问题，利用公司提供的任何支持渠道，确保自己不再与讨厌的人共事。接下来是第三件事，束缚自己的骄傲。如果您在60岁以后没有太多的经济担忧，那么放下骄傲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许多人通过这样做，
过上了快乐的生活。比如，有一位毕先生，他毕业于一流大学，曾是某人寿保险公司的部门经理。在退休后，他选择在高层建筑担任保安工作，时薪1200日元。尽管以他的资历还可以找到其他工作，但他选择这份工作的原因是想享受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他喜欢轮班制的工作。还有一位来自大公司的高管，在退休后选择去送报纸。他选择这份工作的原因是想过上健康和规律的生活。这样的人在退休后会比在职时更加生机勃勃，因为他们放下了对骄傲的执着。作者每次见到这些人时，都会意识到，那些在退休后还坚持着“我曾经是经理，我曾经有权利”这些想法的人会生活得多么束缚。如果您不在意世俗的眼光，不在意别人的看法，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过上快乐和自由的生活，那么这无疑是最幸福的第二人生。放下骄傲和职场常识的人，才会变得更加轻松。希望大家在50岁以后能够放下这些束缚，迎接更加光明的未来。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